欢迎收看《健康2.0》，我是江文俊，我是伟如。各位朋友，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吗？赶快下载我们的《健康2.0》的 APP 哦，里面有个 AI 的小助理哦，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他会帮你找到很多相关的资料哦。今天要谈什么呢？还是我们的癌症啊！癌症一直是10大死因之首嘛特别是癌症的时钟一直快转，现在大概平均每4分19秒就被诊断出来一个人是罹癌的哦没错，本来罹癌本来就不是每个癌症的治愈率这么高是。更讨厌的是很多得到癌症的人他的轻生的念头竟然比一般人多了2到3倍所以大家真的要对自己有一点信心而且特别的是，癌末的病患如果住进安宁病房的时候，我们的家属都会认为说，医生你们是不是放弃治疗他？他是不是就等于没救了？对，所以告诉大家其实安宁治疗跟放弃治疗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我常常讲安宁治疗只有想做到5个字就是且让生死两相安什么意思？让留下的人觉得很心安，让死去的人也没有遗憾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安宁缓和医疗没错，其实癌症带给我们身体这个病痛真的有时候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绝望。根据统计呢，台湾人因为癌症而选择轻生的比率竟然是世界第1名像是主播傅达人，他选择结束他自己生命的方式就是安乐死苏欣姐。是，他也是自主的决定说他的生命到这里为止。那为什么呢？我觉得他说了一句话，其实很发人深省。他说：“如果能够不痛，如果能够好好吃饭，谁不想活？”真的，当然啊，对。可是问题是。他在确诊为胰脏癌的时候，已经80多岁的高龄，所以他其实不止疾病的疼痛，还包括年老体衰，本来就有一些相关的不适。再加上他眼睛的视力有一个问题，有一只眼睛几乎也要看不清楚，而且他还有一个问题是，他有一个胆管阻塞。他说每次那个胆管阻塞不是一次治疗就好，有时候他又会塞回来，所以他要再去的时候，他都想说，插管，对，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于是想到这么多的情况，都80几岁了，还要忍受这些苦，本来想说那是不是又要做安宁？可他说。当时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他止痛药嘛，所以最重要是因为他这个胰脏癌，他觉得很痛，那很痛就开始吃止痛药。可是他说止痛药从原本的可能1颗到后来可能要加重剂量，那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他的疼痛之外，有时候因为止痛药相关让他觉得意识不是那么清楚，还要害怕跌倒，所以种种这些不适让他决定说，那我是不是干脆就是自主的决定我的生命的时间，所以最后才去飞往瑞士去安乐善终，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选项。那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我们傅达人先生一样去瑞士选择做一个安乐善终，因为有些人就觉得，那既然台湾没有合法的选项，我自己来决定。所以为什么刚才伟如说，在台湾事实上癌症病患他选择轻生的比例并没有很低，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其他选项的情况下，他以为没有其他选项。比如说这2个男性，其实一个是50多岁，一个30多岁，一个是胰脏癌。那胰脏癌他面临的是什么？第一个，他一开始很难接受自己得病，因为觉得没有事情好好的，可是突然一个腹胀腹痛去检查，发现你已经胰脏癌然后治疗之后没多久又发现转移了到腹膜，一到转移，然后就觉得又疼痛，他就觉得万念俱灰。所以当他确定转移之后回到家，他就选择轻生了。那另外一个30岁男性，他其实是胃癌。那胃癌的患者，因为我自己家人也有胃癌，他其实有时候也蛮辛苦的，因为当时治疗完之后切了胃之后就吻合的地方可能又不是那么好，你知道，像我的家人就是吃东西几乎吞不下去，就是你想那样的苦，就是我想要吃东西，我想要维持体力，可以好好的化疗，偏偏我几乎吞不下去就会痛。那他也是这个人，他不只是虚弱、呕吐不舒服，他最重要的是还有家人的冲突，因为他说。家人跟他之间可能处得不好，所以他在住院期间，主要照护者跟他大概只有1个人照顾他，那2个人之间常常互相就在这个人在责备，这个人在那干嘛？所以后来呢，有一天家人离开的时候，他就轻生了。所以情况是为什么？所以他们就说这些肿瘤哪些轻生比率最高？之前这个可能方医师很清楚，就是不同的癌别，以刚才讲的胰脏癌或我们刚才讲的肺癌、胃癌、口腔癌、食道癌这些人呢，他们相对疼痛的比率高，然后相对轻生的好像比例也高，变高，其实这很高，很糟糕。全球癌症病人轻生的风险就是一般人2到4倍，是台湾人竟然到10倍之多。刚才有讲到这2位都是胰脏癌嘛，现在问一下吴医师，胰脏癌真的那么痛吗？而且癌症治疗当中的疼痛到底是哪里来的是，那胰脏呢，它的位置是在交通要冲它上面就是在这个胃跟12指肠的交界口那右边是肝脏是。那其实这个胃空间其实很小，它其实只要有一个肿瘤大概大到2、3公分，它就开始压迫旁边的组织，
然后接下来就会开始疼痛。哦，所以这个是肿瘤，因为它向四面八方一直去压迫。那压迫除了压迫旁边组织的疼痛，它接下来还会有胆管阻塞的问题。胆管一阻塞以后，胆汁排放不顺，又会胀大，又开始有这个叫做那个痉挛的一个疼痛。是。哦，所以说它这个地方是每个病人，癌症病人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疼痛，还有这个阻塞性黄疸，这个都是让他日夜不宁啦，没办法跑掉，头靠几个康边冷了起码不好啦。是。所以他们一般的癌症疼痛会大概分哪几个类啊？像胰脏癌的地方啊，其实他们都知道胰脏癌会很痛，痛在背后，这是因为后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神经，所以说那个胰脏癌为什么一直在背后大量的疼痛，就是因为那癌细胞吃到这些神经，会造成你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而且癌症过了治疗中也有疼痛嘛，像你可能会化疗，化疗就会造成你的神经不稳啊，像你的电疗都会造成你的神经不稳，而且神经不稳可能会在你癌症治疗后还在疼痛，有人甚至疼痛到6个月到12个月，甚至有人可能疼痛是一辈子的，然后所以不管是癌症本身一级的疼痛，还有治疗一级的疼痛所以我常常听到，我非常的相信一句话，就是所谓的久病厌世久病厌世其实真的会让人家真的觉得很那个就想问一下那个陈医师你本身是胸腔内科的医师嘛对，你一定看过很多肺癌的病人在末期的时候面临到一些痛苦嘛，你说这时候心灵的释放有时候比身体的这些止痛更重要啊？对。因为其实一个癌症的疼痛，它是一个整体痛的概念，包括身体、心理、社会。还有灵性方面那一个人如果灵性他是平安的，你可以看到他在整个治疗或者是在生命末期的终点，他们相对是平安的。像我就有看过有个病人，他灵性非常的不平安，因为他以前对自己就不是很友善，对他的家人也不友善，所以当他诊断是肺癌第4期的时候，是我诊断的。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这个样貌，所以他就跑到其他的医学中心再去做一次的检查，然后后来也做了一些治疗。那做了1年多之后，医学中心医生说就这样了，你就回到宜兰去好了那他就在家人还有这个医生的劝说之下，他住到安宁病房。但是他整个灵性是不平安的，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是一直在呻吟，然后意识也不清楚，甚至呢，他太太帮他擦身体的时候，竟然用手掐他太太的脖子那个真的是情何以堪，所以后来我就给他用一些足够的吗啡跟镇静剂，让他整个人都可以安静下来，安定一点对，然后2天之后就很安详的往生。那我也看过很多病人，他灵性是很平安的，他们的死亡其实是被预期的，那是符合家属跟他自己的期待。那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我们医院诊断是大肠癌，已经转移到肝脏。本来他不愿意治疗，因为他觉得他生命已经够了。可是他太太说因为女儿还没结婚嘛，叫他再撑一下。对，叫他再撑一下。我就说那我们赶快结婚好了叫他女儿赶快在国外登记结婚。结果呢，他也治疗了3年多。女儿也生了小孩了，然后但是这个肿瘤到后面已经又复发了，然后他就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吃东西真的不舒服，所以他就跟我讲好说好，那我们就安排来安宁病房住院。那住院前1天，他就请家里所有的亲戚一起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呢，第2天就来住院，然后他说医生我只要吗啡镇静剂，其他我都不要，所以他就在医院里面，哇，整天都在念佛，念在心里，然后他的妈妈90几岁了，也从台北到宜兰来看他。所以他的这个死亡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他都准备好了，然后就非常安详的往生。所以说灵性的这种培养，我觉得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身体健康好的时候，就要去看美好的事物，你到大自然去嘛，去看美丽的花啦、山啦、水，然后参加一些文艺节目啦、音乐创作、运动，让你的灵性提高。那这时候呢，我们肉体的疼痛，我们可以借助吗啡啊、镇静剂、其他东西。对，那心灵的，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灵性的成长，那一些宗教的活动也可以提升我们的灵性。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个人怎么死的，反映他过去怎么活。其实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大部分是可以用药物去控制的，没错。可是心灵上的，就是你自己平常的修养，还有平常自己的人际关系，最后还是医生怎么引导你走向正确的人际关系。然后像以末期肺癌来讲的话，呼吸困难、咳血。
疼痛，这些都是会，还会积水，所以让你变得很喘是。但是这种心灵上的层面可能就是要靠医生他怎么引导他了。没错，因为统计呢，台湾的癌友啊，他们轻生的比率，竟然比一般人还要高出10倍。到底为什么这些癌友会这么绝望啊？方医师？其实各国的一般统计大概是2到4倍。对，是。那台湾呢，在台大公卫学院曾经有一份20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呢，台湾呢每年每10万人癌症变死于自杀人数是110人。为什么这么多啊？为什么这么多我觉得这分几个层面来讲其实台湾的医疗是非常好的。对啊。为什么癌友自杀这么多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华人其实对于死亡这件事情觉得如果有理由的话那死了也是一种选择的方式。以前都是这样，譬如说我们对于端午节，我们纪念屈原，我们并不把屈原的自杀当作是很糟糕的事情，反而还会用肉粽来纪念他。所以第一个方面是华人本来就一种是我自杀可以解决问题的话，他觉得是个方法。那偏偏呢，40多年前我们开始重视癌症的时候，当时什么陶生阳防癌基金会讲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给人一个根深蒂固概念说，如果离癌的话，离死亡不远。但事实上这40年来呢，癌症的治疗进步很多，可是民众的心理却没有这样调试过来。所以事实上呢，并不是说到末期才久病厌世很多自杀是在初诊断第1年被诊出来的就开始了，初期也在自杀。对，真的没有错所以很多癌症其实它有一个都痛的问题也会刚提到了几个自杀率非常高的癌症，像胰脏癌肺癌胃癌还有口腔癌等等的这些癌症，有的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痛，有的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的生理机能、呼吸、吃东西，影响到这些东西，影响到外观，所以它自杀率会高。那甚至刚刚提到的很多呢说不定是第1年的时候就会自杀。像我曾经有个看过一个病人她其实50几岁女性子宫颈癌0期，那没什么事啊，对，开了刀之后应该没事对。可是呢，她因为癌这个字眼她就纠结在心中，觉得很痛苦。那甚至呢服用安眠药自杀，但还有安眠药不会有什么大事。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被转接到我这边来看门诊那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她才真的理解到说癌症0期是安全的。那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子不安全呢？这么痛苦呢？其实有时候在临床上。台湾的医疗真的是时间很紧迫对，有时候告知一个坏消息，癌症的时候可能讲的非常的精简，对所以呢，病人本身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导致他就纠结在那个段落。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在告知病情的时候呢，多一点的同理，多一点支持的话，我想大概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也可以解决掉这种病人容易想自杀的一个问题。对啊，所以医学知识还是需要政府大力推动，去稍微普及一点点的哈。不过讲到很多癌症都遇到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所谓的疼痛了哈。想要请教一下吴医师，现在医学我们对于癌症的疼痛大概有哪些方面可以处理啊？是的。那其实止痛那个癌症的这个止痛药其实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对。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很强调的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找出这个癌症疼痛的原因。如果这个原因是可以消除的，你要想办法去消除。是。比如说大肠癌的肠阻塞，肚子整个胀大像气球一样，那滚嘎跳跳咖啡细好，你给他打吗啡，吗啡打了以后，他整个肠道都麻痹了，更不动，他会更胀，会更不舒服。所以这时候就是外科医师要进去帮忙的，该开刀要开刀，该引流要引流，该减压要减压。这些其实你如果把它的源头去除了以后，它就可以顺利的去减除掉这些疼痛的原因。那我们要先了解一下疼痛，它有分数轻度的疼痛我们把最痛叫做10分，轻度叫没有痛叫0分。1分到3分的叫做轻度疼痛，然后4分到6分叫做中度，那7分以上的叫做重度疼痛。那我们止痛的策略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病人的疼痛分数都在4分以下，这个是我们认为病人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超过4分，医生就要积极的去使用止痛药。那当然很多病人是因为医生的止痛不积极，所以他整天都是5分痛6分痛，然后医生说假毛灰。屌啦会上瘾啦但是我们现在在癌症疼痛的部分，其实对于上瘾是非常宽容的。对我们的吗啡的止痛药几乎是没有上限的，可以一直只要没有副作用，副作用可以忍受，我们就自己加上去。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观念上面的问题。好，所以我们说，止痛药有吃的吗啡、贴的吗啡、打的吗啡，然后呢，脊椎我们可以放一个脊椎一个导管，那也可以
很快速的把这个药给到这个神经，让它去压制这个疼痛的感觉。那另外还有一些是很困难，要用很高剂量的吗啡，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做神经阻断术那去让这个感受疼痛的这个部分缓解。那所以说其实还是要鼓励大家疼痛的这个病友勇敢的把他的疼痛说出来。那医师也要进展你的观念让病人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生活品质。对，因为其实现在止疼药非常的进步了，特别像吗啡类的话，几乎没有不能够止住的疼痛了真的不能够止住的，其实就做神经阻断术就好了。所以疼痛对我们医生来讲，并不是绝对不是个不能控制了只是很多的。反而是病人本身不愿意使用吗啡，因为他们就会怕所谓成瘾的问题。对我常常讲说，如果今天你是被我们诊断是癌症末期的病患，我真的不觉得成瘾是一个问题。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讲，你就算成瘾了又怎样？对，但至少你身体是舒服的。对啊，我要让你在这段时间过得很舒服，生活品质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其实我还在讲安宁医疗最重要就是且让生死两相安，让活着的家属觉得对你没有遗憾，让死掉的人也不要觉得有任何的遗憾。没错。所以，但是很多人都有个误解，他们觉得把亲人送去做安宁缓和治疗就是放弃他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告诉你。当我们身体有多种病痛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属甚至是病人都会选择继续做治疗，就是希望能多活一天来延续生命。但是演员陈松勇他不一样他是选择住进安宁病房，短短的3天就离开了。淑琴姐。其实呢，陈松勇的状况呢，相对比较特别。其实因为他呢，从过世前几年，其实身体就开始一路就是各种疾病几乎都产生。最早呢是脑中风出血嘛，那主要原因就会发现因为他血压高，他血糖又没有控制好，所以他的疾病就一直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到后来呢，他也肾脏也出问题，甚至眼睛也有状况。他眼睛除了白内障是可以治疗之外，可是因为他的视网膜也都有些出血的问题，所以他到后来其实中眼都也看不大清楚。所以当他后来真的过世前1个多月前住院的时候，他住院住进去的时候，医生是说，其实你的状况洗肾还是有机会维持你的生命。可是对他而言，他会觉得我这人生再下去也不会更好了。然后我有这么多种问题，这么多种疾病，所以他不愿意。那在医院1个多月，然后最后转进安宁病房之后3天就过世，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要再面对。可是呢，多数的情况下，像这个李小姐，她是帮自己的先生决定要安宁，原因是因为她的先生其实是肝癌，那肝癌其实有一段时间了，那最后呢是医生说，那是不是转安宁病房？因为你可能已经不可预期的，接下来没有比较好的治疗方式，那接下来可能也会必然会走上末期死亡，所以他就考虑说，你要不要让先生去安宁？可他其实跟我朋友一样，我朋友当时他帮他的先生决定往安宁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挣扎，因为当他决定说要去安宁的时候他的家人会觉得你是不是要放弃他，你知道吗？他心里也有这种挣扎，而且我用我朋友的例子好了，他的先生当时还有脑转移，然后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搞不清楚，意识有一点的混乱，所以后来他决定说，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把他转到安宁好了。可他记得在安宁之后呢，他有一天突然间又清醒了，他先生清醒，清醒之后，他先生意识到自己在安宁的时候，他说不知道是心灵上面自己的压力还是什么，他觉得那个眼神看起来是说，你为什么让我来这里那种感觉，所以他一直没有很过得去。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自己心里的感觉。那其实这个李小姐就跟我朋友不一样，因为她已经是很了解我要到安宁来干嘛，所以先生呢就是一个非常的完全了解自己要怎么样的程序，然后非常的就像刚才那个我们陈医师讲的，他其实是一个双方我们两个都很清楚的，家人也都很清楚的，所以他觉得先生步向终点的那一刻是安详的，然后大家是和解的，大家是都能够认识的，就像那个日本的善终师一样，他的母亲也是心脏衰竭去的时候，他们说要不要延命治疗，他说不要，我要陪着我母亲自然走向死亡。所以我常觉得，因为我朋友那个例子，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与其让你的亲人不知道如何帮你做决定，不如自己先做好自己的决定。所以呢，像这种预立医疗决定书就是很清楚的在告诉家人说，我已经做好决定了。那我呢，未来面对这几种状况，比如说末期不能医疗的，或者我因为一些情况造入脑的昏迷的，或者我是植物人不可恢复的，或者甚至我有一些很这个失智症到了很末期了，或者其他这些像有些我们政府会公布，像有一些小脑萎缩症或什么，现在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它已经到了末期。那这种情况下，我很明
确的可以在预立医疗决定书里面告诉他说，未来我如果这样的时候，要不要帮我插管？对，要不要帮我做一些这些鼻胃管？要不要干嘛？我自己写清楚我要怎么做，是，甚至我可以指定我的到时候代理人替我做决定。所以当我写的这么清楚，我不会让这个活着帮我决定，因为如果到时候陷入我不自知的昏迷，至少做决定这个人不会觉得是我，而是你自己很明确的我要做什么。就想问一下陈医师，你说病人如果真的在临终那段过程当中，因为他有时候陷入昏迷嘛，哈，他最后的决定权是他家属做的还是他自己做的？其实对最后的那个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啊？有啊，这个小罗医师他其实是我的学弟，那从他当住院医师一直到当生主治医师，他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然后对病人非常好，然后对学姐学长也都非常客气的一个医生哦。那他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也生了小孩。那人生好像幸福正要开始，可是他有一天就突然一个颅内出血，他头很痛，到急诊室很快就昏迷。对，那一次有跟他有手术，然后有清醒，可是很不幸的3个月之后又一次脑中风，然后那一次他就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去叫他，他可以点头，有反应就对了。那他在医院里面做复健，结果有一天晚上，突然间一个不明原因的休克，对，然后他就送到加护病房，因为自己的医生嘛，大家都很努力抢救，到那边呼吸器用上去，不久就心跳停止，然后甚至连叶克膜家属都说要用，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放不下，那太太是觉得说已经够辛苦了，放下他，可是媳妇真的没有什么说话的那个分量，结果他已经急救了3个小时，已经到天亮，然后院长啊、副院长一堆主管都去讲了。后来他说丹医师来，你去讲。那我就去跟妈妈说了哈，我说他也真的很辛苦。可是妈妈说，我都是唔甘啦，我都唔愿啦，我的囡仔哈你优秀，你假讲我安尼就回去，我唔愿啦。那后来讲一讲，妈妈有点松动。那这时候有一个资深的护理长就来了，他说：“妈妈，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哈？以前你想帮他做，可是你还没做的，现在就是时候。结果妈妈就说我以前想让他受洗啦，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到。我说好，没关系，我们赶快来联络那个附近的那个牧师来帮忙。然后爸爸就说还有一个家人还没回来，你要等他回来，我呼吸器材要拔。我说好，那让我叶克膜先撤掉吧。叶克膜先撤掉。结果等我们牧师来受洗了，然后家人回来了。这时候我要去拔掉气管内管，已经离他心跳停止已经6个小时了。哇！那这时候呢，我要去拔这个气管内管的时候，我拔了2次，我拔不掉，因为牙关紧闭。这时候我只好把他爸爸妈妈请出去，然后我把威廉拉起来，然后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想说，一个学弟要走了，我竟然没有办法把他气管内管拔掉。那这时候我突然间起了一个念头，我就跟他说。学弟啊，我是学姐啦，你也很辛苦了哈，就这样子就好。那你呢？这个气管内管我们已经用不到了，你让学姐给你拔掉，这样比较有比较漂亮的走了哈。结果真的很神奇哦。讲完之后，管子我就很顺利的拔掉。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内部也开会讨论啦。其实这6个小时是多受苦的。以后我们绝对不会答应家属说你要去做这种无效的医疗，让病人受这么多的折磨。那其实这是我行医超过30年以来最难过的一次急救。其实我们行医的过程中，特别是走这种做急重症、急重癌的，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哈。不过安宁缓和医疗一直是大家不太理解的部分哈。就想请教一下那个方医师啊，安宁缓和医疗跟我们常常讲的放弃治疗到底有哪些差别啊？放弃治疗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安宁是这样，但是其实不是啊。很多人在初期就放弃呀。对啊，其实安宁是用尽各种方法积极的让病人减少痛苦，提高生活品质，让他走最后一里路。我曾经呢有一个病人她40岁，女性40岁得到子宫颈癌第3期，因为呢在她罹癌之前呢她的父亲呢因为另外一种癌症很痛苦的过世，也没有安宁疗护所以呢他呢对于看到父亲这么痛苦的过世，他就觉得他有罪恶感，他就不想要治疗，他拒绝治疗，然后呢一直到他拖了3年之后到末期，在另外一家医院他呢也不做，也虽然住院了，可是也不让人家碰他，也自己想要把自己饿死，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却不能自杀，自杀的话不能上天国，所以要饿死自己，搞到另外一家医院真的受不了，就把他转到我们医院来。
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哈，他呢就坚决说哈，他不要这样子做，因为那时候同时也是她的老公哈，这个外遇哈离开她，那她剩下3个孩子哈也很痛苦。我就跟她讲说，你人生这辈子啊，哦，难道哈就只有这样子吗？我问你一件事情，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她呢就想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说，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个快乐的妈妈。然后我后来就问她说，那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快乐妈妈的样子吗？他又想一想，他没有回答我。隔天呢，哈，他女儿哈，18岁的女儿哈，来医院看他。那大中午的，他躺在病床旁边哈，那就转过去看他女儿躺在那里。突然想到我前一天跟他谈的，他说对，快乐的妈妈现在太不像了。所以他就把他女儿叫起来说哈，我肚子饿了，可以去帮我买碗面来吃吗？他已经饿很久了，对，他女儿吓一跳，说：“妈妈不是都不吃东西的吗？”对，突然结果因为这碗面的关系，慢慢就活络起来了。是，那最后呢，他有机会呢，跟他家人一起来面对这些生命最后一刻。最后2-3个月，其实过得还不错。是，那其实很多人就说安宁是不是要等到最后一刻，对，才来做呢？特别我们常说4道人生：道歉、道谢、道爱、道别。对，我曾经有个那个病人的家属他呢，因为这个病人这个在安宁病房住太久了，在别的病房住太久了，因为照顾太好，结果不得不转到我们医院的安宁病房来。然后呢，我去查完房之后呢，这个女儿就跑来跟我讲说，方主任啊，这个我的爸爸，我跟他都到4道人生道完了，他还讲4道人生，他讲的背得很清楚，都很清楚哦。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啊？总不能一直倒下去吧？我跟他讲说你在这边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安宁病房特别多的活动？对，很多的一个生活的模式所以你现在好好的享受跟他每一天，多一天的生活就是赚到的。他什么时候走我们不管，就交给老天。可是呢，因为你跟他多一天还有好的品质，你就有多一天的记忆，这就是你们共同最珍贵的事。当然，很多人对安宁治疗的那个认知都有点错了就是刚才像方医师讲的只是不做积极的延续生命的治疗，是。但是我们希望修补的是你的身体的一些疼痛，还有你的心理的一些疼痛比如说你跟家人的关系，都希望可以在安宁病房得到一些改善，而且也不是只有针对癌症病患，大家都以为只有癌末，并不是的像其他的这些病都是末期运动神经病患、老年怎么样，中风其实也可以，心脏衰竭也可以还有一些像严重的那些感染，其实都可以算是一种安宁的治疗不是只有我们讲癌症也没有这么的狭窄啦是安宁病房其实真的不等于放弃治疗，包括圆梦也算是治疗之一吴医师有碰过案例。那其实，在安宁病房，我们印象我最深刻的是，我曾经有主持过一个叫做生前告别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对，一般我们在那个告别式就是病人已经往生了大家去灵堂去拜，对你讲什么感谢的话、感恩的话、怀念的话，他都听不到，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可不可以我们在生前也许病人还有剩下2-3个月的时间，他还清醒的时候，我们大家把这个该说的话来说一说。那在过去就是我的医院的一个护理师他其实他才33岁而已，他是子宫颈癌的末期，他其实很漂亮很漂亮那活动很多郊游什么都很多，可是他的子宫颈癌他就是手术后没多久就复发就转移很快那整个病程是超乎我们的预期，而且对化疗、放射治疗基本上效果都很不好。那后来这个他的以前的一些姐妹啦还有那家人都在想说，我们有没有一点事情能够把这些回忆抓住一点点的？那我就说，那我们也许可以试试看，我们来办生前告别式，很有兴趣他的家人、他的好朋友，大家都说很好，那我们就来办这个告别式。那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其实就跟我们真的告别式一样，把他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 review 然后每个好朋友出来讲一下我是怎么样认识这个人然后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生活一些小趣事那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伤的，就是好像没有遗憾了，但是也很感动。那我是主持人，其实我在旁边听了，我就觉得掉眼泪，因为我是主治医师，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治疗好，他才会在这里。其实我是非常的有心里蛮难过的可是因为这是生物，每个肿瘤都不一样，越年轻的癌症病患，他其实病程是越快的。那所以说，我们曾经有办过这样的事情，那该讲的话也都做完了那其实是没有什么遗憾。这其实是在安宁病房可以做的一些小插曲。那也许大家也不要那么排斥安宁了。没错，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主厨要教我们一道抗癌的料理。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饮食才是有效的防癌哦。主厨今天要做的是夏天很适合的凉面，对，凉面，而且我们用樱桃来做一个天时凉面。樱桃天时凉面，对，现在的那种我们会使用到樱桃啊，那种番茄跟那个白葡萄，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这一些？可是事实上你去吃沙拉，常常都会有这一些在你的那个沙拉里面，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觉得奇怪了，对。可是你弄面就很奇怪啊，对啊，不会，有一些它是放一些藜麦去搭配，对，那一样是淀粉类的。那这个呢，我们今天用的是那个天使面，所以它煮的时间你可以看包装上，通常是2分钟到5分钟之间。OK， 那你可以去斟酌一下你喜欢的口感。对，那这个呢，我们直接把它下锅。哇，你今天特地选这种面条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它比较适合做冷面。哦，冷面。对，如果像比较粗一点点的意大利面，它适合去炒，然后吸收酱料。OK， 对，那这个呢比较，它因为吸收这种冷的酱料，你刚才放盐巴呢？对，我放了一点点的盐巴。我们在烫意大利面一定要放一点点的盐巴。哦，为什么？因为意大利面才会跟等一下的食材结合在一起，不然你会意大利面没有味道。哇塞！不是一般我们下面也是这样子下，哦，真的哦，烫面条也是要加盐巴。我煮维力炸酱面的时候不会这样。那这边呢，我们有3个步骤，一个是把面烫好，另外呢，我们把海鲜，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海鲜，中卷，对，这个把它加进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虾子，对，这个你可以自己斟酌一下你喜欢的海鲜，鱼片啊、干贝啊，你都可以把它拿来稍微拌炒一下。对，这边我们就不调味了。对哦，那一个是面体，一个是海鲜，另外我们要来做一个酱汁。对，那这边的酱汁，我们先把我们的水果樱桃加进来，新鲜的哦。对，新鲜的樱桃啊，新鲜的小番茄。把它加进来，这颜色非常好看，对，然后再来就是白葡萄，白葡萄我通常建议你可以挑选那种无籽的啦，无籽的，就你就不用那边挑了，对，然后再来就花椰菜，烫熟的花椰菜，然后这边呢，我这边有蔓越莓跟果醋，但我有事先把它泡过了，因为蔓越莓它的口感比较硬，对，所以我事先把它泡过，泡一个晚上，对，泡一个晚上，那再把它加进来，开始拌，是不是？对，那这个呢，你要自己斟酌一下，就是那个咸味、酸味，你要自己斟酌一下，那这边稍微调味一下就可以了，稍微调，再拌一下嘛。对 ，OK， 素卿你怎么看这道料理？为什么可以防癌？我们刚才说，我们希望不要不好离去，所以我们要做好防癌。那这3个东西有个，先从花椰菜开始讲。大家都知道花椰菜是十字花科的这个蔬果，那十字花科的蔬菜呢，里面富含有机硫化物，所以一般认为说它可能有一些防癌的能力。那如果你想换一些东西吃，除了这个花椰菜之外，包括你平常用的这些什么小白菜、青香菜、芥菜、包子、甘蓝、白萝卜，都是其实平常可以多摄取。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蔓越莓跟樱桃，其实它们的特色就是第一个，你看它颜色非常鲜艳，非常符合很多的植化素，像是花青素类的，就有抗氧化的能力。那抗氧化能力加上丰富的维他命 C， 这也是我们日常保养用来远离癌症一个很好的选择。OK， 好哦。这海鲜熟得很快哦，对，海鲜熟得很快。然后意大利面其实也差不多了，对，大概3分钟左右。其实你看包装上面的时间，它给你一个参考时间，大概就是中等的。就我们去吃拉面，不是可以选择硬，然后硬面、软面，对，那你可以自己稍微加1分钟左右去调整，看你自己要多硬啊。对，没错。然后这个捞起来之后呢，我们稍微过一下凉水，过凉水，对，稍微过一下，让它稍微。就是那个温度降下来，对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么凉的食物，有些女生不喜欢，你可以直接下去，对，放下去，它会变成有点温温热热的，对。把水尽量沥干，对，沥干之后它比较容易吸收到那个汤汁，对。然后把它放进来之后，再来就是海鲜，海鲜把它加进去。这海鲜可是没有加任何的调味的，对，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调果醋，然后还有一些胡椒盐巴，然后把它拌匀，对，拌匀就可以了。那我们拌匀之后，这道帮你防癌的料理就完成喽。推荐这道樱桃天使凉面给你，夏日炎炎来到清爽的凉面，让樱桃、蔓越莓给你维生素 C、膳食纤维，不仅消暑，还能顾健康哦。前一阵子《报章杂志》上有个消息有一位医生本身他跟他年迈的母亲共同决定他们走完临终的方式叫做断食善终了哈。广告之后就跟各位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断食善终哦。每
每个人在面对生命尽头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身上是没有病痛，能够善终。而善终的方式有非常多的选择，像是断食就是选择之一啊。素卿姐，对。比如说呢，这个毕柳英医师呢，他先前就出了一本书，就谈到这个有关于断食善终这件事情。那其实第一个他完成的断食善终，就是应该他陪妈妈过临终的这一段历程。他妈妈是一个小脑萎缩症的患者，所以呢，到后来其实不止行走可能有一些困扰，之后他渐渐就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活够了，但我不想要在医院做这么多的医疗程序之后死亡，所以他们最后选择是就是慢慢减少他的饮食量。他有一套的方法，比如说他本来呢。把他的餐食从本来3餐可能变成1餐半，那餐食的量减少，渐渐减少。他说，其实初始的时候，他妈妈也不觉得饿，然后呢，他会佐以包括什么莲藕水啊，或用一些油，然后慢慢降低的过程中啊，母亲就会。在那样的过程中，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饥饿感，到最后是他妈说：“你不要再给我莲藕水，我觉得我这样一直喝，好像一直都觉得还蛮有体力还不错，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迎接我的那个终点。”那所以呢，就是大概总共是21天的时间，直到。最后前一天，他也就是有跟我们的吴医师一样，他也让他稍微有精神的时候找家人一起来。第20天还有轮流。到第20天就是大家在床边，然后把亲人找来，跟他讲完之后，然后他说他觉得他这一生过得很完整，然后所以他就道别。那其实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说。他在谈这个断食善终，第一个是病人要是清醒的，然后并且他真的是治疗也没有办法的，只是他们最后希望说最后一里路不要在医院走，希望在家里由家人的陪伴之下，就很像刘瑞琦的状况一样，就是说爸爸都90几岁了，他也就肺癌了，那身体也很孱弱了，那这个时候明明你还赠送他医院插了那么多管子，于是他把他留在家里，由家人陪伴他一起走，只是他选择不一样的方法。那现在如果你要在家善终，其实就像刚才吴医师讲，有一些居家的团队可以协助你，用专家，然后跟家人一起协力，让他在最舒服的状态下、最圆满的状态下迎接生命的终点。对啊，我想问一下那个陈医师哦，你怎么看这个毕柳英跟他妈妈选的这个断食善终这件事情？你觉得这怎么样？首先，我先要讲哈，这个是随顺善终，不是断食善终。因为毕妈妈哈，她是一个，我看，因为毕医师是我以前复健科的老师，是，所以她妈妈的事情，她也有跟我讲一些哈。那她的母亲呢，其实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妈妈，她每一天都要看书。那这个妈妈呢，她因为她的这个小脑萎缩，其实困扰她很多。那当然，一个人老到不能吃，病到不能吃。不能吃跟被断食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对。那当然不是每一个生命末期的人都适合像毕妈妈这样的一种做法，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这一种心理都准备好了，也不是每一个家人都像毕妈妈他们的孩子们这样的支持他。所以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不一样，我们在照顾生命末期的病人。是不能全部都用一个模式，对。像我也曾经照顾过一个老先生，我们2个约好100岁的时候要请我吃饭，100岁的时候，结果老伯伯96岁的时候得到大肠癌，然后因为他96岁还可以拿锄头去这个耕田，对，所以老伯伯就去开刀。开完刀做一次化疗，他就跑了。他说太痛苦，他不要化疗，他不化疗。但是，他本来一直在解血便，后来因为一个中药的介入，他就不用输血了。然后一直到100岁还迎接我去他家吃饭。然后他102岁的时候呢，他因为流感住院，那后来是因为细菌性肺炎往生。在他死前，我们都已经预期他会死了嘛。当他喘的时候，我们都用吗啡。就这老爷爷呢。他死前1天还吃3碗饭，哇，对，然后那一天要死的那一天呢，也是清清楚楚的。我们赶快让他回家，然后在家里往生。那一个很明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她死前2天还可以出现在这个媒体面前，对不对？然后2天后就公布死讯。其实那个是一个文化的这一种素养嘛。如果英国女王在台湾，如果她的家人没有这样的善终的这种概念，那女王如果在台湾没有先写说我不要被插鼻胃管，我不要被急救，不要干嘛，
他肯定不会那么好走，肯定可能再拖2-3个月了。所以说我在讲的是一个人呢，老到不能吃，病到不能吃，我们就开始慢慢看看，吃东西会呛到，我用这个。譬如说加食物增稠剂，让它食物有一点点滑滑，然后有一点点形状，这样比较不会呛到。水是最容易呛到的东西。好，那如果这个人连我们这种所谓的舒适喂食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顺应自然，让它随着自然的节奏安然往生。OK， 对。其实人在临终前会有很多的变化，不止身体，心理有变化了哈。所以方医师，你们说你们会用催眠的方式哦？我本身是精神科医师，我做安宁疗护。那我行医过程中有曾经对2位末期病人做过催眠。第一位是18年前，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那其实他已经经历过很多安宁病房的，但是经过很多安宁界的大佬照顾过，但是很虚弱，但是就走不了。然后呢，后来他们就说这可能要找精神科医师来帮忙了，所以转到我们医院来哈。那我后来了之后，原来他过去呢，曾经呢跟他父母没有办法好好说再见，所以他心中非常大的遗憾。那我跟他谈完之后呢，我跟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帮你关落音嘛，对不对？他这样说，那是不是考虑做催眠的方式所以呢就找一个大概是5岁的时间帮他做催眠。那过程之中呢就是让他呢在半梦半醒状况下呢，去见到他的父亲母亲，回到他小时候一些他遗憾的场合去那边其实他深层的记忆啦在那里面重新一次再去做一个和解的动作。我们这样听起来就已经很像关洛音。这不是我知道我操作的手法是完全是用潜意识的方式在操作的。对，我没有那种魔法，不会。所以让他呢能够在那边跟他好好的那个道别之后，然后大概做了40-50分钟，结束之后，我把他的女儿从那个诊间外面请过来，他在床上坐的嘛，然后跟女儿讲一讲，说好好珍惜最后这段时间，因为其实真的做完之后，大概过2天，他就离开了，很快，他就放下所有一切离开了。另外一次呢是在5年前，5年前遇到一位40几岁的心理师，他本是心理师，他癌症末期然后到我们医院也是很痛苦然后。我记得我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主任你去看一下他吧，我们跟他怎么讲都没有用。我说为什么没有用？他说我是心理师，你会大招我都会。他就这样讲。我说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要帮你忙，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做？我说我大概都做过了，剩下催眠没有做，你会吗？我说我刚好会呢。那让你做选择了怎么做好，说第一次呢他真的比较困难一点。我第一次选择在一个空的病房里面帮他做，但是呢做，但是他防卫性是很强没有太大的一个效果在吹不太进去因为我们有打针没有给他，就是用口头的指导语的。后来第2次他说他觉得不满意，他还要再做第2次。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我给你2个空间，你选择一下选择呢看是要在我们医院的小教堂，还是在一个灵性空间目光屋。就呢他选择了我们医院这个灵性的空间叫目光屋那个沐浴的沐光明的光目光屋就在那边做。结果呢，这过程之中呢很神奇的，他不是基督教啦只是他在基督教医院嘛就看到了耶稣来见他然后爸爸妈妈很短暂的来跟他道别，连他的主治医师也来见他，不过他主治医师还活着没有死来跟他说再见然后呢一呢跟他道别之后呢，他心中慢慢放下，甚至连不来见他的兄弟姐妹也都来了然后呢，这个结束之后呢，他醒过来之后，我跟他讲说，你还记得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说好像依稀见到这些，我就把刚刚的历程再讲一遍，他梦境一样再讲一遍给他听。他听到说那就这样子可以了，也是因为这样关心呢过2-3天他也是平安的就离开了。对啊，其实真的不要各位对安宁治疗不要有太多的误解了其实除了身体方面的止痛之外，还有很多心理的层面，其实都可以靠我们现代医学来解决其实最好的就是不要得癌症嘛所以广告之后再教你做一道抗癌的料理前号不到
大学的教授有提供了一碗防癌的蔬菜汤，主要就是用我们面前这4种蔬菜来做成的汤品。但主厨今天不做汤品，要做的是菜卷啊。对，我们从这个蔬菜汤延伸出来做一个菜卷，然后我们用那个坚果豆奶来煨煮。坚果豆奶，对，因为这样会比较有点风味，你不可能天天吃那个蔬菜汤嘛。对，它的蔬菜汤也比较无趣的味道。是。那这边我准把南瓜，一般南瓜它是切块在汤里面，那我先把它蒸熟，把它捣成泥状。然后这边呢，红萝卜我一样一起蒸熟，然后把它加进来。就是刻意要加一点创意就对了。对，那个要不一样料理，你每天吃你也会腻啊，会腻。对，然后这边洋葱我把它炒香，就橄榄油炒过，对，炒香，把它加进来。然后呢，就把它拌匀。对，这边需要调一点点味道，因为这边都没有味道，它只有甜味。所以我们给它一点点的盐巴。当然如果你要加一点胡椒也可以。对，看个人喜好了。对，没错，这边因为蔬菜的甜味太甜了。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包子里面的内馅，对不对？对，没错。然后这边呢，高丽菜我们就把它稍微汆烫过，会比较好包。你汆烫过它会比较软。那把中间的梗拿掉。对，然后吃起来会比较顺口。对，没错，也比较好包啦。那我们就把它包进去。这样。那这个大小你当然你可以自己斟酌，你也可以用1片叶子包一个就可以了。对，目前的做法有点像包水饺。对，春卷。对，那把它包起来。那我通常会用2片高丽菜，因为这样子的厚度会比较刚好。对，再来呢，你就把它放在锅子里面。不用油，对不对？对，不用油，干煎哦。不用，没有干煎，我们是因为锅子预热嘛。那把它放进来之后，我们再给它豆奶。OK，刚才你说的坚果豆奶。再来就是它的开口，我们通常会把它压在下面。对，然后再来，我们给它一点点的豆奶。这边有点太多了，你可以自己斟酌一下。大概腌到一半的位置。腌到一半的位置。对，再来呢，给它坚果粉。对，坚果粉就是综合坚果粉，你把它磨碎，甚至于你喜欢吃有一点点粗颗粒的都没关系。对，把它放进去，就是调一点点味道，再调一点盐巴，对，调一点盐巴，是，然后让它煨煮一下，对，煨煮大概10分钟左右。对，素卿怎么看这道料理？你可以看到，首先呢，第一个事情要注意的就是，不论是之前的凉面或现在这个高丽菜卷，就是它都没有用过度的高温来烹调，所以第一个烹调方法要健康，不要过度高温。第二个是选择的食材，它选择食材，高丽菜还是刚才讲的十字花科，所以现在大家几乎就是适时摄取这些十字花科，除非你有胃胀气啊，或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你可能就要远离或甲状腺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是呢，你会发现像刚才有南瓜。对，然后还有胡萝卜，对不对？对。那这2个一样是有颜色的，只是跟刚才那个花青素不一样。这2个是胡萝卜素系列。那一般我们都认为胡萝卜素系列呢，它可能相对于对我们一些黏膜健康是有帮助的，所以它也是有一些抗氧化跟保护黏膜的作用。那最后是洋葱，洋葱其实胡皮素也是很好的抗氧化物，所以适时摄取这些多颜色的蔬或果。并且不要过度的高温烹调，其实就是一个健康饮食的防癌。OK， 好，我这么一开始滚起来了哈，闻到那个香气，对，蔬菜、豆奶，然后坚果，整个香气起来。其实站这位置闻真的很香，对，真的很香。那这个呢，你可以自己斟酌，像我讲10分钟是稍微高丽菜会稍微炖的有一点点比较软。OK， 对，那你如果喜欢吃高丽菜是脆口的，那其实里面的食材已经是熟的，你只要有温热就可以吃。OK，食材温热，你自己抓一下熟度就对了。没错，我们这道防癌的料理就完成喽！试试这道坚果豆奶煨煮南瓜菜卷，将洋葱、红萝卜、南瓜一同料理，帮你补充植化素与胡萝卜素，提升你的免疫力哦。其实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要怎么面对临终这段过程啊，所以你自己是最大的决定者啊。但有时候意外来得很快，会让你突然的失去意识，你没办法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家人就要帮你做决定了。没错，这时候帮你做决定，家人会非常大的压力了哈。所以亮哥会介绍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了哈，希望在你还清醒、还可以做自己决定的时候哈，把自己将来如果真的要面对生死的时候要怎么做决定，先写好哈。像是你的家属真的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就不用承担太多的责任了，因为一切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哈。今天主要告诉各位，先决定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另外就是安宁缓和医疗，绝对不是所谓的放弃医疗哈。我们是希望让活着的人心安，走人也没有遗憾然后我们今天20下次见，拜拜，拜拜。我是江坤俊医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加上开启小铃铛哦，就能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哦。